话不多说，先来制作我们的龙虾三鲜鸡肉饺子馅。首先呢，我这边准备了鸡肉馅、木耳跟香菇。加入香菇呢，可以增加独特的菌类香味，我自己个人是还蛮喜欢的，而且它的口感也非常的好。今天选用了新鲜的香菇，那如果你喜欢香味更重的话，可以选用泡发过的干香菇。之后呢，就可以加入我们今天的重头戏了，分别是澳洲的虎皮虾、龙虾尾、澳洲带子，还会加入一些豆腐来增加绵绵糯糯细腻的口感。虾的部分我建议不要剁碎，尽可能的切大块来增加入口的满足感。如果剁碎的话，会失去享受大颗粒虾仁在你嘴巴里面跳动的感觉，那也就没有必要花大价钱来买整颗的鲜虾，甚至是龙虾尾了。接着呢，我会放入蔬菜，今天选择的是白菜，你也可以选择放入自己喜欢的芹菜或者是韭菜。那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白菜的微甜，再加上白菜本身没有强烈的味道，不会影响到海鲜的鲜味。那为了避免之后白菜出水使肉馅太稀，我这里已经用盐腌制并挤出了2次的水分。那这边不用挤得太干，因为白菜剩余的水分和在肉馅中可以增加汤汁，还省去了之后打水的步骤。随后呢，依次放入2颗鸡蛋来增加肉馅的粘稠度，接着加入我们的青葱，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葱的味道，所以适当的会多放一些。然后呢，放入生抽来增加咸味，和老抽进行调色。最后呢，会放入我个人的秘密武器，就是放凉后的鲜榨花椒油。花椒油的部分是先用青葱、八角、香叶和桂皮过油增加清香味之后，再加入四川花椒，小火炸制而成。自制的花椒油呢，会比花椒粉啊、胡椒粉啊的味道更加的醇厚，并且呢椒麻感会翻倍哦。放入所有的食材后，就可以开始无尽的搅拌了。搅拌的时候尽量往一个方向搅就好，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都可以，这样才可以制作出带劲儿的饺子馅。终于到了很多小伙伴会逃避的面皮制作的部分。先在案板上呢铺上面粉，取出适量的面团揉成长面条，然后呢切成适当的大小。我每次切完一个面剂子之后呢，会把长面条反转90度，再切下一个。切好之后呢，撒上足够的面粉，防止粘黏，然后用手呢塑成圆形，之后把有切面的一面朝上，用掌心按下即可。擀面的部分呢，尽量擀成中间厚、四周薄的饺子皮儿，多撒一点面粉，可以有效的防止面皮粘黏，加快擀皮儿的速度。如果面和得够硬，可以撒厚一点的面粉，尝试一次擀1到2张皮。包饺子的方法呢有很多种，那我自己个人呢是喜欢先对折后捏紧中间，然后把饺子的2边分别放在2只手拇指跟食指的中间进行挤压，最后呢确认粘合紧密即可。新学的小哥哥小姐姐呢，切记不要放太多的饺子馅，那从少量开始，慢慢的增加就好。饺子都包好以后呢，就可以开始煮饺子了。饺子水在煮沸之前呢，加入适量的食用盐来增加密度，这样既可以防止粘锅，还可以增加饺子皮的韧性。放入饺子后，用瓢羹的背面顺时钟推动水面打圈，这样可以用水流来带动饺子在水中转圈，一来可以防止饺子粘在锅底，那二来又不会被瓢羹刺破表面。擦大娘，终于到了给你做饭的男人帕哥试吃的环节喽！我真的是今天做了整整一天啊，从早上10点钟忙活到下午6点钟，我的100多个饺子终于包完了，现在是可以试吃的阶段了。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会抨击吐槽我的发型，因为 lockdown
没有办法，我也剪不了头发，现在只能以这种非常纯天然、很原始的状态来见大家了。那我们话不多说，来试吃吧。你们吃饺子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原则是第一口的饺子一定不蘸酱？因为我们家吃饺子的时候是完全第一口完全不蘸酱的，因为想要确认一下说，今天饺子包的这个馅儿它的味道到底怎么样？那我先试试看了。你可以看得到吗？有对焦吗？我只能说，整个的结合就是完美。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就是我的这个花椒油，鲜榨的花椒油，它没有很麻，但是你在吃它的时候，你的嘴巴里面会有一点点的那个很新鲜，像很微弱的跳跳糖的那种感觉，然后它整个把其他所有这个原料的味道全部都带了出来。我觉得很不错。因为这里面完全没有放其他任何的香料，那所有的这个鲜的味道都是来自海鲜、蘑菇、木耳，所以我觉得很多人，如果你喜欢吃三鲜馅，但是一直找不到好的一个搭配的比例的时候，我觉得你可以来试试看。那下面呢，我就要蘸酱了，因为我是北方人，所以我们一定是一定是蘸醋的。我知道有些南方人或者是中部的会蘸酱油，或者是把酱油跟醋混在一起。像我爸爸就是属于喜欢把醋和酱油混在一起吃的。那这个呢是我自己炸的油泼辣椒，这个算祖传秘方吧，因为我爸很喜欢做这种。那我会混一些干辣椒，然后辣椒碎，粗的和细的，蒜末，包括新鲜辣椒、香菜。如果你不喜欢吃香菜，你可以把它去掉。然后有一些胡椒粉。那油的部分呢，我会把它炸葱油。这个葱油的基础上会放一些桂皮呀、香叶呀、八角，然后还有新鲜的这个四川的川椒，把它炸好以后做一个油泼辣子，它整个的味道会非常非常的鲜。最后呢，再撒上一些芝麻，哇，我的口水已经快流下来了。因为我很喜欢吃辣，而且是这种香辣和鲜辣，所以吃饺子的时候如果有这个，这绝对就是最完美的东西。好了，让我来试试配料的饺子喽。我可能等一下会吃到满头大汗，因为我吃辣是属于会出很多汗的人，但是我又很喜欢吃辣。第二颗，我觉得自己家这包的饺子有一个特别好的好处，就是你的皮儿你可以自己控制你自己的喜好。比如说，我就喜欢吃皮儿薄的，然后呢，我不喜欢吃那种很厚的。你像外面买的那个饺子，很容易就是很厚，然后你吃起来它的感觉有一点像果冻胶的感觉，就整个口感就觉得哇，非常失望。哇，这个辣椒好好吃啊！我觉得想要这个辣椒的做法的同学呢，你可以在下面留言，我有空可以专门做一些视频，然后教大家怎么样做这个好吃的油泼辣子。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放木耳呢？因为木耳你会在整个很软绵的口感中，它会突然出现一个比较清脆的口感，然后吃起来就非常有意思。哇！这个时候可能要感谢一下这个 lockdown， 要不然我平时真的很少会有时间自己做油泼辣子，然后自己做这个饺子，很幸福的感觉。你们平时吃饺子的时候，家里面会吃什么馅儿？我们家比较多的是猪肉茴香吧，小茴香，对，它不叫茴香，它叫茴香。哇，这个自己做的三鲜馅的饺子，这个特别好的一个点是，因为我的虾也好，龙虾也好，切的块都非常的大，所以你在吃它的时候，整个口感就是一个馅里面包了很多颗整虾的感觉。就你可以吃到大块大块的虾，非常非常的满足，而且很瓷实，非常有嚼劲。
哇，我头发现在真的很长啊！我在想，这个疫情结束以后，我头发会不会就遮住眼睛了？哇，好傻呀！哇，好好吃啊！就它整个饺子的味道就是鲜，非常非常的鲜，然后你不会有腥味，你不会有肉腥味，你也不会有海鲜的腥味，然后整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 balance 的组合，然后你吃起来就是没有办法停下来。我这样是不是感觉吹自己吹的有点大？但你自己去试一下我今天给你的 recipe， 然后你去把它自己做一下，你就知道我今天真的没有在吹哦。其实我是一个很喜欢吃酱料的人，包括我去吃火锅，然后所有朋友都说你是来吃火锅的还是来吃酱料的，因为我每次都是满满的一碗，然后什么酱都想往里面放，反正口味是还蛮重的。哇，我这个头发真的不忍直视啊，已经变成圆形的了。Oh my god， 太可怕了。我真的好满足哦！我觉得你们自己在家吃饺子也会，不管是自己包的也好，爸妈包的也好，也都会惊艳吧。就外面煮的饺子，总有一点就是差强人意的地方。然后我觉得今天晚上会吃到很多了。现在好像年纪大了，你知道新陈代谢就非常的缓慢，我完全没有办法吃那么多的东西。像今天我煮了22颗饺子啊，我现在其实吃到第17颗了，还剩5颗吗？16颗我已经有点饱了。但是它好吃，我一定会把它吃完。再调一点酱。哇，有这个自制辣椒油真的很下饭。你哪怕做一个干拌面，煮一包泡面那种，然后你就加一勺这个，真的味道就upgrade到 next level， 完全不一样。你们还有什么喜欢吃的、想吃的，可以在下面留言。那如果我会做的话，那我肯定会拍一期视频，然后来跟大家一起分享。剩最后3颗喽。最后一颗。这次饺子真的做得非常非常成功，大家真的可以按照我的这个 recipe 来做。如果你做不了这么多的，你就按照这个 ratio 把它调小一点就行了，比例你放的东西少一点，做可能1餐或者2人份，包30-40个饺子还是 OK 的。
酱也都吃完了，哇，完全是一滴不剩。那今天整个的饺子工程，大家还喜欢吗？下次呢，再为你介绍新的美食喽，拜拜。